夜幕降临，仰望星空，一轮银白色的满月静静悬挂，在它布满陨石坑的表面上，人类曾经留下足迹。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个夜晚，一艘登月小艇从月面点火升空，强烈的火光照亮灰色的月尘。那一刻，正是人类最后一次离开月球。1972年12月，美国的阿波罗17号任务将太空人尤金·塞尔南和哈里森·施密特送上月球表面。他们在月球上插下最后一面星条旗，带回大量月岩与数据，然后乘着登月小艇从月球表面升空返回地球。谁也没有料到，当这两位太空人在那年12月回到地球后，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竟会就此停下。自那以后半个世纪里，再没有任何人类踏足月球。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人类在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后，突然终止了登月计划？这背后究竟是单纯的政治与财务考量，还是隐藏着 NASA 不愿公开的秘密？这个问题困惑着许多人。在官方记录中，美国阿波罗计划的终结有其表面的合理解释：经费缩减、政治局势变迁、技术挑战和风险顾虑。然而，半世纪以来，外界的传闻、猜测乃至各种阴谋论却从未间断。有人相信人类没在登月是因为在月球上目睹了不可告人的事物，也有人怀疑登月计划背后另有军事机密。一时间，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在阿波罗计划结束时，许多人以为人类很快就会重返月球，甚至建立起月球基地。70年代的科幻作品常描绘2000年时人类已在月球定居，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2000年过去了，月球上依然一片沉寂，人类驻足于近地轨道，再未跨出那一步。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太空人不再登月的诸多原因，从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一直到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阴谋论假设，全面解析这场人类航天史上漫长的月球空白期。1960年代，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如火如荼，登月成为美国举国关注的目标。从1969年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开始，到1972年阿波罗17号，美国共6次将12名太空人送上月球，创下人类史上空前的壮举。然而，阿波罗计划的辉煌背后，经费与政治压力却日渐沉重。整个60年代晚期，NASA 的预算在联邦支出中一度高达 4%， 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比例。但到了70年代初，这个比例迅速下滑到不足 1%。阿波罗计划本身耗资数百亿美元之谱，对当时的美国财政是个不小的负担。政治现实也在发生变化。随着阿姆斯壮迈出人类一大步后，美国已在太空竞赛中抢得先机。6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开始从紧张对峙转向缓和，所谓冷战进入了缓和阶段，登月不再具有紧迫的军备竞赛意义。同时，美国国内还有越战持续消耗庞大资源，社会上对民生和经济议题的关注上升。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继续投入巨额经费进行登月，在政治上变得难以维系。事实上，阿姆斯壮成功踏上月球后，美国国会和公众对后续登月任务的兴趣逐渐减退，登月热潮的退却从舆论中也可窥见一二。民调显示，60年代末期，多数美国人并不支持继续投入巨资。在登月工程上，阿波罗11号实现登月壮举后，电视转播曾让全球超过6亿观众为之欢呼。然而到了后续的阿波罗15号、16号，收视热度明显下降。不少人认为，既然已到过月球，没必要一再花钱冒险。在阿波罗17号期间，美国3大电视网甚至取消了部分登月实况转播，因为观众寥寥，大众兴趣的冷却无疑影响了决策者，使得他们更敢于削减登月预算。最初计划中， NASA 原本打算一直执行到阿波罗20号，并开展阿波罗应用计划，将登月科技延伸用于太空站等其他任务。但随着预算紧缩，阿波罗18号、19号、20号3次任务在1970年代初相继被取消，只留下阿波罗12号到17号共6次载人登月。最后一次阿波罗17号任务结束后，时任总统尼克松政府决定终止载人登月计划，
这意味着曾经意气风发的阿波罗登月工程戛然而止，留下一连串尚未解开的月球谜团。尤金·塞尔南临别时感叹：“我们如同当初来到这里一样离去，但愿有朝一日我们将重返此地，带着和平与希望。”然而，现实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愿望一直无法实现。登月计划终止后， NASA 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向。1970年代，美国将重心转向近地轨道的太空任务。阿波罗时代留下的最后遗产是1973年的天空实验室太空站，但它只运行了数年便坠入大气层烧毁。接着 NASA 投入研发可重复使用的太空梭计划，希望以此降低进出太空的成本。从1981年首航开始，太空梭频繁往返地球与近地轨道，执行卫星部署、科学实验和太空站建设任务。在这段时期， NASA 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地球附近的太空活动，对月球则暂时偃旗息鼓。冷战后期，美国与苏联在太空领域的态势也发生转变。竞争对手苏联在自身载人登月计划接连失败后，将重点转向绕地太空站和航天飞机的研发。到了1975年，美国与苏联的太空人甚至在轨道上握手合作，象征太空竞赛的告一段落。进入90年代后，昔日的两大太空强权开始联手打造国际太空站，多年来共同维持近地轨道上的科研平台。在这种国际合作氛围下，重返月球一度显得不是当务之急。然而，在美国国内，探索月球的梦想从未真正消失。多任总统曾试图重启载人登月。1990年代初，老布什总统提出太空探索倡议，构想在2000年前后重返月球，并最终进军火星，但因预算高昂而无疾而终。2004年，小布什总统宣布，太空远景计划准备于2020年前让美国太空人重返月球，开发新一代太空船猎户座与巨型火箭。然而，政治现实再次介入。2010年，奥巴马政府以进度延误、经费超支为由，取消了星座计划，转而提出绕过月球，直接远征火星的愿景。时任总统奥巴马甚至表示，我们去过月球了，没必要再回去，并规划先进行机械手段捕捉小行星的任务作为中继。这些方针的反复让 NASA 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却原地踏步。有统计指出，不断变动的太空计划轮替已经浪费了数百亿美元的投入。NASA 前署长詹·布莱登斯坦曾感叹，阻碍美国早日重返月球的最大因素其实不是技术，而是政治风险。载人登月这种宏大的工程往往跨越多届政府，耗费巨大。一旦政府换届，先前的承诺和资金便可能中断，使计划面临流产危机。他直言，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我们早就重返月球了。政治风险让计划受阻，因为这项目耗时太长，花费太高。事实上，从阿波罗计划结束到2020年代初， NASA 年度预算占美国联邦支出的比例始终徘徊在 1% 以下，资金长期不足，再加上政策摇摆，使得重启登月速度沦为纸上谈兵。此外，这段时期还发生了几次航天事故，令美国社会对载人航天的风险有了更深刻的体会。1986年的挑战者号太空梭升空时空中爆炸，2003年的哥伦比亚号太空梭返回时解体，两次事故皆造成宇航员殉职，震撼了全世界。挑战者号失事发生在全国直播之下，让美国民众目睹了太空探索残酷的一面。哥伦比亚号的解体坠毁则再次警示了高科技项目中人命风险。每一次灾难都如同一记警钟，使 NASA 在安全上更加谨慎，也让政府在支持高风险太空任务时格外小心。在没有明确紧迫性和巨大投入正当性的情况下，让太空人重返月球自然难以被列为优先目标。取而代之的是 NASA 将更多资源投入无人太空探测与科学研究任务，从火星探测车、木星、土星探测器到各类空间望远镜，这些计划成本较低且科学收获丰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大众对昂贵载人登月的期待。直到最近几年，情况才开始出现改变。2017年以后，美国政府再度把目光投向月球，
川普政府启动了阿提密斯计划，立志要在2024年将美国太空人重新送上月球南极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继任的拜登政府并未像以往那样推翻前任的太空政策，而是延续并支持了阿提密斯计划。这使得 NASA 终于在2020年代获得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和预算支持，来实现半世纪来首次重返月球。NASA 今年已在2022年底成功完成了阿提密斯1号无人绕月试飞任务，为后续载人登月铺平道路。预计最快在2025年至2026年间执行载人登月任务。如果一切顺利，人类将在50多年后再次踏上月球表面，结束长达半世纪的等待。除了政治和经费问题，月球任务本身的技术难度和潜在风险也是人类迟迟未再登月的重要原因。阿波罗时代虽然成功登陆月球，但那依靠的是当时极限动员和投入的产物。1972年后，美国将生产土星5号火箭和登月舱的工厂相继关闭，大批技术人员转行退休，曾经支撑登月的整个工业体系就此断裂。多年之后，人们发现要重新打造一套载人登月系统并非易事。过去的蓝图和资料虽然仍存档可查，但新的工程团队和生产线需要重新建立，并将现代技术融入其中，这都需要时间和巨额投入。月球环境的恶劣也让长期驻留计划困难重重。月球上没有大气层，白天阳光直射时温度高达摄氏120多度，夜晚却骤降到零下150度。巨大的温差对设备和生存系统都是严峻考验。月表遍布的尖锐尘埃极具腐蚀性和粘住性。太空人阿姆斯壮曾形容，登月服返回登月舱时，沾满的月尘就像研磨剂一样磨损设备。经验丰富的太空人佩吉·惠特森指出，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立基地，首要难题就是克服月尘对机械和人体的伤害。此外，远离地球磁场保护的月面时刻暴露在宇宙射线与太阳高能粒子的强辐射之下，缺乏有效遮蔽将危及长期逗留的航天员安全。这些问题在阿波罗时代因短暂访月而勉强应对，但若要实现更长时间的月表活动，就必须研发新的技术方案。风险方面，载人登月的每一步都伴随高风险。阿波罗计划期间就发生过几次惊心动魄的意外事件，最惨痛的是1967年阿波罗1号的舱内火灾，导致3位宇航员在地面测试中罹难。1970年的阿波罗13号则因服务舱氧气罐爆炸，险些让3名太空人无法生还。尽管 NASA 当年成功应对了这些危机，但每一次意外都凸显登月任务的危险性。可以想见，如果阿波罗计划在70年代持续下去，执行更多次任务，迟早可能再次遭遇灾难。对决策者而言，在缺乏强大动机的情况下，继续让人员暴露于如此高风险的深空任务，实在难以说服大众支持。总而言之，当阿波罗17号之后政治热情冷却时，技术和风险的现实问题更加凸显。要知道，当年阿波罗11号登月时，电脑运算能力极其有限，全程大部分操控仰赖人工和简单电子设备，太空人的生命全系于薄薄的舱壁与有限的通讯。如今科技虽大幅进步，但对比21世纪的安全标准，60年代的登月方式其实相当冒险犯难。在没有迫切需求的年代，领导者们宁愿选择稳妥的太空任务，而不是贸然尝试再次踏上充满未知风险的月球。只有当技术更成熟，资金更充裕，并且具备新的动机时，人类才可能重启登月的步伐。官方给出的不再登月理由或许充分，但仍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更愿意相信，在月球上发生了某些不为人知的事件，迫使 NASA 选择放弃。于是，各种离奇的阴谋论应运而生，在民间广为流传。最引人入胜的说法，莫过于外星接触的阴谋论。不少传闻称，阿波罗计划期间，美国太空人其实多次目睹 UFO 以及可能的外星文明痕迹。例如，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时，就有谣传指太空人在月球边缘看到大型不明飞行器正在监视，甚至传言阿姆斯壮透过秘密频道低语，他们在看着我们，但这从未有官方记录。更早一些的阿波罗10号任务中，当太空人绕行月球背面，与地球失去联系的几分钟里，
录音记下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你听到了吗？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像来自外太空的音乐。B 呜，好诡异的旋律。这奇怪的口哨音回响至今，回放起来仍令人背脊发凉。科学家事后解释，可能只是无线电干扰，但它无疑给了阴谋论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一些相关人士也被指曾暗示外星力量的存在。已故的火箭之父冯·布劳恩据称私下表示，多次阿波罗任务都受到了某种地外神秘力量的监视。另一则广为流传的是前 NASA 通讯主任莫里斯·查特伦在70年代末的说法。他称所有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宇航员都曾在月球附近遭遇不明飞行物，而且每当 UFO 接近时，太空人便会用隐晦的用语通知任务控制中心。这类爆料无法证实，但一些阿波罗宇航员日后的谈话更加深了神秘色彩。多年后，据传尼尔·阿姆斯壮曾在私人场合透露，我们被警告离开月球，那里曾有外星基地，他们的科技远比我们先进。虽然无录音为凭，但这句传言中的话语让无数人浮想联翩。另一个盛行的阴谋论围绕着被隐藏的登月任务。阴谋论者甚至描述了这样一幕惊悚剧：1974年深冬的一夜，一枚巨大的土星5号火箭在晋升中秘密升空，3名太空人奉命执行一项绝密登月任务。当他们在寂静的月夜踏出登月舱时，四周一片死寂。突然，不明黑影闪现，无线电中传来宇航员惊恐的喊叫，随即讯号戛然而止。据称，3名宇航员就此离奇失踪，任务中心一片震惊。美国政府最终下令将此过程全面封锁，对外宣称再无后续登月计划。官方记录里，阿波罗17号确实是最后一次登月，但民间传说中NASA 在此之后秘密进行过阿波罗18号任务。一种说法称，1970年代初，阿波罗18号原定发射时被尼克松总统临时叫停公开计划，但几年后的1974年12月，NASA 又偷偷派出了3名太空人执行机密登月。据称他们顺利抵达了月球，却在月面遭遇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有传闻说他们直接接触了月球上的外星生物或遗留装置。随后3名宇航员神秘失踪。惊恐之下，美国据传决定彻底放弃后续所有登月计划，并对外声称阿波罗18号从未发射过。不仅美国停止了登月，当时太空竞赛的对手苏联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默契地终止了他们自己的载人登月尝试。阴谋论者据此相信，美苏两国或许都意识到了月球上存在某种威胁，因此达成了某种默契，双双远离月球。多年后，进入网络时代，甚至有人声称有阿波罗20号绝密任务的影片流出，内容宣称美国和苏联在70年代末联合执行了一次未公开的登月行动，在月球背面发现了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残骸和一具女性外星人的遗体。这段影片最终被证实只是恶搞造假，但仍有阴谋论者坚信其中暗藏真相。长久以来，月球永远有一面背对地球，这片始终隐藏在我们视线之外的领域更引发无数揣测。UFO 研究者坚称，月球背面可能坐落住外星文明的基地或遗迹，人类的登月行动触怒了那里的神秘力量。甚至有故事称，美国情报部门在70年代进行了一项超能力实验，让特异功能者英戈斯旺远程透视月球背面。据说斯旺看见了月球背面有巨大的人造建筑与带玻璃穹顶的结构，还在建筑内发现了一些体型高大的人形生物。传言中，这些外星存在发觉到斯旺的意识在窥探，令他吓出一身冷汗。不论这听起来多像科幻小说，不少人深信月球背面隐藏着我们未知的秘密。2013年，有日本天文团队拍摄月球表面时，声称捕捉到几个长达数百公尺的黑色物体快速掠过月表，呈 Z 字形运动。这一发现一度被某些媒体解读为月球基地的飞行器，甚至连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也曾多次警告人类谨慎与外星文明接触。阴谋论者断章取义地将此解读为霍金认为月球背面可能存在外星生物，不要轻易尝试登月。虽然这纯属过度引申，但在阴谋论爱好者听来，
却如同权威背书。支持登月遇外星论点的人常提出一个细节：为何阿波罗11号3位太空人在完成壮举后的首次记者会上神情凝重，甚少笑容？按理说，成为人类史上第一批踏上月球的人应该欣喜若狂，但当时记者会上，阿姆斯壮、巴兹·奥尔德林和麦克柯林斯皆面色严肃，轻声细语，仿佛心事重重。阴谋论者认为，这反常举止是因为 NASA 下达了封口命令，令他们对登月时的某些惊人发现只字不提。究竟当年阿姆斯壮等人在月球上经历了什么，才让英雄凯旋的他们表情如此低落？阴谋论者坚称，其中大有文章。在此之后的多年里，也有不少 NASA 前雇员和宇航员在退休后表示相信外星生命的存在。例如，华裔前太空人焦立中曾说过，宇宙中到处是生命。阴谋论爱好者还热衷于在 NASA 公布的登月影像中寻找证据，例如某些照片背景出现奇怪的光点或类似建筑物的规则阴影，被他们解读为 UFO 或外星遗迹。然而，这类所谓发现通常都能以摄影、光影效应或胶片瑕疵来解释。即便如此，每当 NASA 释出新的月球照片，仍会引来新一轮的阴谋诠释，令月球相关的传言不断推陈出新。除了外星人阻挠这条路径，一些阴谋论则走向相反方向，声称人类根本从未真正登上月球。1970年代以来，阿波罗登月造假的说法在全球多次引发热议。他们质疑月球、岩石、照片、录影带等各种证据的真实性。如果相信此说，那么人类不再登月的原因就很简单，因为我们第一次就没去过，自然谈不上回去。这种阴谋论已被大量科学证据驳斥，包括多国探测器拍摄到的阿波罗登陆遗迹，利用留在月球的雷射反射镜进行的距离测量实验等。尽管如此，登月造假论的流行凸显了大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甚至有人将1967年阿波罗1号地面测试时发生的舱内大火灾难都解读为阴谋，认为那是 NASA 故意为之，借事故除掉知情且不愿配合造假的宇航员的一场栽赃。另一些传闻则称 NASA 私下邀请名导演史丹利·库布里克协助拍摄了假登月的影像，以蒙骗世人。这种极端说法虽无任何证据支撑，但充分体现了阴谋论者对官方的不信任。还有传闻聚焦在月球相关的军事情报与隐秘协议，有猜测认为，美国之所以急流勇退，是与苏联在冷战后期达成了某种默契，双方避免将军备竞赛扩展到月球，以免局势失控。也有人怀疑 NASA 在月球上发现了某些涉及军事或外星科技的物品，而这些发现被列为最高机密，因而终止了公开的登月行动。另外，早在冷战初期，美军也曾秘密研讨在月球建立前哨基地的可行性。这类计划后来虽没有下文，但阴谋论者相信某些类似的军事行动可能暗中进行过，甚至更疯狂的假说也层出不穷。例如，月球其实是中空的人造天体，远古外星的巨型飞船等等。尽管毫无科学根据，却显示月球话题所激发的联想何等奔放。总之，这一切传闻纵然缺乏证据，仍然为人类半个世纪未再登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当然，官方立场对上述阴谋论一概予以否认。在科学界看来，人类当年停止登月，无非是出于预算、政治和技术风险的现实权衡，并非被什么外星势力下了禁足令。但正因为人类50年来再也没有踏上月球，许多传说才有滋生的土壤。真相究竟如何？或许只有当未来的太空人再次登上月球，我们才能对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疑问给出最终的答案。在美国载人登月停滞的这半世纪中，全球其他国家也从未放弃对月球的向往。过去由于技术门槛和经费极高，只有美苏两强有能力尝试载人登月。但进入21世纪后，新的太空强国崛起，月球再次成为竞相追逐的目标。中国的登月雄心，中国自2003年将首位太空人杨利伟送入太空以来，航天计划进展神速。在无人月球探测方面，中国的嫦娥工程连创佳绩。2013年，嫦娥3号实现月面软着陆；2019年，嫦娥4号
更是史上首次降落月球背面，拍下隐秘月背的清晰影像。2020年，嫦娥5号成功带回月球岩石土壤样本，这些成就显示中国已具备成熟的月球探测技术。而在载人登月上，中国官方已明确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梦想。目前中国正全力研发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和新型载人飞船，设计月球着陆器和新太空衣。中国的目标不仅是一次性登月，而是要在月球建立长期科研基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已宣布合作推动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预计在2030年代中期建成一个无人月球基地，作为未来载人基地的基础。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月球极有可能迎来继阿波罗计划后首位中国探险者的足迹。俄罗斯的计划，作为苏联太空遗产的继承者，俄罗斯对月球的热情也从未泯灭。尽管苏联当年的载人登月工程因经济和技术问题未能成功，如今的俄罗斯仍抱有登月梦想。俄罗斯航天集团近年多次提出载人登月时间表，例如宣称要在2029年至2030年间将俄国太空人送上月球，并在2030年代初开始建设月面基地。然而实际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受制于经费不足和国际局势，俄罗斯的太空计划进展相对缓慢。2023年，俄罗斯重启月球无人探测，但不幸坠毁，也凸显其航天工业目前面临的挑战。当下俄罗斯选择与中国加强合作，参与上述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以弥补自身资源和技术的不足。未来若顺利，也许能在中国载人登月之际，看到俄国太空人的身影出现在月球基地。新太空竞赛的格局与50多年前美苏两强独霸的太空竞赛不同，21世纪的登月竞争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局面。美国在启动阿提密斯计划时，就广邀国际伙伴参与，包括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盟友提供技术和设备。美国并构想建造绕月空间站、月球匝道以及月球南极的永久基地，以确保长期在月面的存在。中国则希望通过自主与合作的方式打造自己的月球存在。中国和俄罗斯未参与美国主导的阿提密斯协议，而是组建起自己的合作框架。这种双轨格局让人不禁联想起冷战时代的太空竞赛，但又有所不同。如今的竞争涉及商业利益、科研成果和国际声望的综合较量，而非纯粹的军备对抗。值得注意的是，月球蕴藏的资源也成为各国觊觎的对象之一。登月不仅象征科技实力，更可能带来长远的经济和战略收益。因此，新一轮的登月热潮背后有着更为长远的考量。另一方面，美国、中国、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太空强国也不甘人后。印度在2023年成功将无人探测器软着陆于月球南极区域，成为继美中俄之后第4个实现月面着陆的国家，展示了后起之秀的实力。日本、欧洲航天局等则通过参与国际合作，间接加入探月行列。可见未来的月球探索将不再是哪一国的独奏，而是多国共同演绎的篇章。美国与中国，谁将率先开启人类重返月球的新篇章？美国计划最快在2025年至2026年间通过阿提密斯计划登陆月球，并将首次由女性太空人踏上月表。中国则紧追在后，瞄准2030年前完成首次载人登月。如果这两大强国的计划都按期实现，21世纪30年代的月球将可能同时出现多国探险者的足迹。从国际合作下太空人轨道握手，到彼此竞争中不同国旗再度树立月面，月球有望再次成为人类宏图抱负的舞台。我们正亲眼见证一场新的太空竞赛徐徐展开，而这一次的故事将不再仅属于美国一家。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未在登月的原因是多方面交织的。表面上看，政治风险、财政缩减、技术挑战和安全考量共同导致了阿波罗计划的谢幕。这些现实因素解释了美国当年为何见好就收。然而，月球被搁置这么久，各种离奇传说的滋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外星人警告到登月造假，每一种阴谋论其实都反映出大众对未知的好奇与对官方说法的质疑。如今，随着新一轮探月热潮的兴起，人类重新将目光投向那轮静谧的银色圆月。
NASA 和其他国家的太空机构都在为重返月球积极准备。事实上， NASA 已在2022年成功完成了阿提密斯1号无人绕月试飞任务，为后续载人登月铺平道路。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航天员的脚印将再次踏上月球的土地，我们或许终于能亲自去验证那些流传已久的传闻。月球上究竟有没有隐藏什么 NASA 不愿说的秘密？当阿提密斯计划的太空人再次眺望月球地平线时，他们身后是半个世纪的空白与疑问。他们的一小步将是人类航天新的大跃进，也承载着解答历史悬念的重任。无论最终证明当年的停滞只是人类自身的因素，亦或真有出人意料的发现，此次重返月球都将为这段漫长的太空悬疑写下句点。同时，它也将开启新的篇章。在人类探索宇宙的道路上，月球不再是终点，而将成为迈向更遥远星辰的垫脚石。50多年来，明月高悬夜空，静默地注视着我们。现在，我们终于准备好回去了。当新的太空人踏上月球尘土的那一刻，人类将不仅找回失落的步伐，也许还会找到那些年 NASA 未曾说出口的答案。这个答案究竟是平凡无奇，还是匪夷所思？或许很快，我们便将知晓。半个世纪的谜团即将解开，人类对广寒宫的探索也将开启新的篇章。